司马越一直在把持朝政，又是压制皇帝，又是残杀忠臣，结果江山却越来越残破。而且身在洛阳城的他，又时时恐慌于匈奴人的进攻。此外，不仅外部压力巨大，在内部斗争当中，司马越也是越来越颓势。鉴于篇幅原因，我们就不多说了。简单来说，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朝臣跳出来跟司马越决裂，并发展到暗杀、刺杀、夺权的程度。最关键的是，司马越也跟曾经结拜为兄弟的苟晞彻底闹掰了。怀帝想要借助苟晞打掉司马越，同时呢，苟晞的核心利益兖州也被司马越通过各种手段窃取了，因此苟晞也有铲除司马越的意图，并在山东起兵，宣称要清君侧，诛杀司马越。君臣联合的不利境地，让司马越意识到，仅靠自己豢养的一大帮人来把持朝政，靠在中央随意杀害忠良来遏制反对势力，不仅没有任何用处，反而是在给西晋这艘破船挖窟窿。时间往前回溯3个月，当石勒还在长江边上肆虐的时候，司马越已经被内忧外患压垮了。他随便找了个理由，宣称要亲自带兵迎击胡虏，准备找石勒单挑，要求出镇兖州、豫州。怀帝一眼就看出司马越的心思，京畿在匈奴人的围困之下越来越困难，司马越这厮现在提出来要外放，目的就是想溜。于是他愤怒地质问司马越，如今胡虏逼近京畿地区，人心不稳，朝廷社稷全都依赖于你，你怎么敢把朝廷中枢扔在这儿？你怎么有脸把皇帝扔下吸引火力自己逃跑呢？没想到司马越还振振有词，他说，臣出师如果能兴而破贼，则国威可振，好过在这儿坐待围困。11月15日，司马越扔下几个世子和嫔妃，留在洛阳做人质，随即率甲士4万出发，前往许昌。此外，他还几乎带走了洛阳所有能调动的力量，包括宗室王爷、后宫女眷、朝廷各级官员、大族领袖、士人群体，外加高级将领和精锐部队，全部被他打包带走了。司马越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洛阳城变得极度空虚，皇宫和各级衙门连守卫都没有，整个城里的运转彻底停止，连基本的吃饭都不能保证。无政府的洛阳城滋生了很多不法分子，大一点的衙门自己挖壕沟守卫自己的办公区，小一点的衙门早就人去楼空，全是不怕死的盗贼在偷盗抢劫。而皇宫里面也饥荒到了天天都有人饿死的境地。自私到极致的司马越裹挟西晋全部上层建筑的这一行为，本质上还是想把国家和官僚体系牢牢抓在自己手里。但是这一私心作祟的举动，这一自从摄政以来一直失智状态的司马越，最后的这个操作即将彻底葬送西晋了。转过年来3月，就是石勒在长江沿线被王导大败而返回北方的时候，司马越这个八王之乱的胜出者快不行了。自知命不久矣的他，把王衍叫来安排后事。3月19日，司马越在象县惊惧之下忧愤成疾而死，这也标志着八王之乱的彻底结束。八王之乱结束了，接下来的是什么呢？是永嘉之乱。司马越一死，怀帝又一直跟司马越集团不对付，导致托孤的王衍根本不敢承担这个集团的主要责任，而是举荐襄阳王司马范。结果司马范也不敢接受。就这样，群龙无首的司马越集团决定密不发丧，护送着司马越尸体向他以前的封地东海郡进发。这一消息很快就被石勒掌握了。10多天之后，夏4月，石勒亲自率领轻骑兵急行军追击司马越的送葬队伍，并在苦县宁平城追上。司马越的部将前端出兵迎击石勒，战死，大军溃败。随后便是单方面的大屠杀。石勒迅速对晋军形成了包围，利用轻骑兵的快速机动优势，对晋朝军民实行穿插分割包围战术，尽情追逐，肆意射杀。实在晋军将士10余万人相互踩踏，尸体堆积如山，无一人幸免。石勒一战捕获西晋大量精锐，包括太尉王衍、襄阳王范、任城王纪、西河王喜、齐王超、吏部尚书刘望、廷尉诸葛全等。5年前，这些人都还是高不可攀的天人，如今却已经都是自己可杀可辱的俘虏。石勒或许有点恍惚，他把这些高级干部聚在一起，问他们，西晋也曾扩清海内，怎么会沦落至此呢？众人都畏惧死亡，都忙着为自己辩护，说责任不在自己。尤其是王衍，先说祸败缘由不在自己，又说自己从小就没有当官的志向，也不过问政事，最后为了求活路，竟然劝说石勒称帝。他王衍可以效犬马之劳，希望以此可以得到赦免。石勒大骂王衍说，
你可真不要脸，你少壮年纪就登朝为官，怎么说你不想当官呢？名扬四海，身居太尉重任，而尸位素餐破坏天下的不是你是谁？骂完一通，石勒玩了个行为艺术，说这些轻谈之事不可加刀锋，夜里都用板砖拍死，实际上是将这些王公大官全部活埋。不仅如此，石勒还剖开司马越的棺材，指着他的尸体说，乱天下者就是此人，我为天下人报仇，所以把他挫骨扬灰，以告天地。然后一把烧了司马越的尸体。石勒宁平城屠杀的这10万人，可以说是西晋全部的上层建筑和国家机器。经此一役，西晋在中原地区的有生力量已覆灭殆尽，再也无力与匈奴羯族抗衡。永嘉5年4月，石勒宁平大屠杀。5月，刘聪任命的史持节、前锋大都督、前军大将军呼延晏就已经到达黄河边上，马上要再次进攻洛阳。呼延晏率领绝对精锐中央禁军27000人准备过河，并命令王弥、刘耀和石勒火速前来会合。渡过黄河之后，呼延晏率军连续12次大败西晋的军队，西晋朝廷军被斩杀3万余人。洛阳的实际情况我们刚才已经说了，可谓是虚弱至极，而且此前2年洛阳城已经被连续2次围攻，每次都是10几万的死人。这一次洛阳确实不可规避的要沦陷了。呼延晏5月27日先到洛阳城下，准备不等王弥、石勒等人赶到，先强攻洛阳。他从外往里一层一层的打。28日攻平昌门，30日平昌门被攻破，暴露在匈奴视野中的东阳门和各大衙门被呼延晏放火焚烧。6月1日，呼延晏因为后援未到，不敢深入，转而把怀帝在洛水旁边准备东行的船只全部焚毁。至此，怀帝被俘只是时间问题了。6月5日，王弥大军抵达宣阳门。6月6日，匈奴始安王刘耀率军抵达西明门。6月11日，王弥、呼延晏攻破宣阳门，洛阳彻底沦陷。胡人的部队攻入皇宫、南宫，登上帝国最高处太极前殿，随后纵兵大虐，满城搜刮，将宫女珍宝全部抢劫一空。怀帝此时想从华陵辕门出奔，逃往长安，结果被汉兵追上并抓获，关押在端门。堂堂天子被曾经的奴隶阶层关押起来，扔在角落里，不久之后就会被送到刘聪那儿去做端茶倒水的奴才。1天之后，6月12日，刘耀对西晋仅存的上层建筑进行大屠杀，杀太子司马权、吴孝王司马晏、晋灵王司马茂、右仆射曹复、尚书吕秋冲、河南尹刘默等高级官员。此外，作为胜利者，匈奴汉军要彻底毁灭这些高高在上的贵人们。他们在洛阳城中烧杀抢掠，皇室嫔妃、女眷被乱兵所胁迫，要么沦为了匈奴人的玩物，要么横死当场。为了获得更多的财货，匈奴汉在皇宫、各大衙门和大官邸一遍又一遍的抢劫搜刮，紧接着又挖开皇陵，暴尸荒野而盗取财宝。最后志得意满之后，他们又将洛阳城中的宫殿、祭庙、官府全部烧为灰烬。历朝历代国破家亡都是相似的惨状，多说无益，用史书的一句话作为本章的结尾吧：洛阳城破之日，市民死者3万余人。不过历史的车轮还是滚滚向前的。洛阳城破，当匈奴汉的所有人都沉浸在胜利的狂热之中的时候，有些人的反应却很耐人寻味。刘耀因为痛恨王弥先攻入洛阳抢了头功，在听说王弥提出保全洛阳的建议之后，为了泄愤故意反着来，选择一把火烧了洛阳，由此俩人结下了矛盾。王弥呢，有感于自己的实力强劲以及胡汉之间难以弥合的矛盾，渐渐有了反叛匈奴割据一方的打算。西晋司徒傅芝在河阴县建立起临时政府，收拢死里逃生的晋朝移民，试图再造河山。石勒却异常低调地率领军队换防到轩辕，离开了洛阳这个是非中心，而他们即将引导下一个故事的走向。最后我们再来个阴暗小故事。其实在匈奴人最后一次进攻洛阳之前，怀帝是有机会逃走的。苟晞估计到司马越死之后，匈奴人很快就会围攻洛阳，于是呢劝怀帝暂时迁都，并且真的很靠谱的派遣了自己的从事郎中刘慧，率领500甲士和上千斛的粮食去迎接皇帝。苟晞的初心和物质保障不可谓不感人，但是为什么怀帝就没走呢？准确的说，不是怀帝不走，而是当他想带着官僚集团离开洛阳这个大泥潭的时候，
王公大臣态度却很犹豫，主要是不愿意舍弃自己在洛阳购置的房子、宅邸、财货、奴仆。结果就是大臣们都不愿意走，怀帝也走不了。等到群臣真正意识到再不走，要么死于人相食的大饥荒，要么命丧胡人之手的时候，再想走，却连车马舟楫都拿不出来，只能慢慢筹备。等到付之好不容易准备好渡河的船，怀帝刚出皇宫没多远，一群吃断头饭的盗贼打上了怀帝的主意，他们把这支小队的物资抢劫一空了。怀帝没办法，只能再次返回皇宫筹集粮食。结果就是还没等到再次凑齐口粮，呼延晏已经杀到，并且把准备渡河的船只全部烧毁，而怀帝和剩下的人只能眼巴巴的等着被俘虏了。如果说后来都是意外的话，那唯一一次能逃走的机会已经被那些练资财的公卿白白浪费掉了呀。拜拜。